好了，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哈！我们又开始今天的分享，先分享朱春礼老师的他的一个体会他写了一篇小文章，说圣人是怎样炼成的，是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说古人所谓的涵养放到今天来看，其实就是内心强大。所谓动心，是指一个人呢因外在的遭遇而产生了负面情绪，然后呢又让这种情绪左右了心态。说一言以蔽之，说不动心就是要求一个人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都要保持内心的淡定，永远做自己心灵的主人和情绪的主宰者。说不过呢，有必要指出的是，如圣贤、儒家圣贤这种无入而不自得的淡定，绝不是一种逆来顺受的权与儒哲学，更不是阿 Q 式的精神胜利，而是一种把握事物真相的智慧，一种重心在内不假外求的生活态度，以及由此而生的一种自由而强大的精神力量。说这种自由而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是孟子所谓的浩然正气。说人呢之所以比动物高贵首先是因为人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其次呢就是人拥有自由的意志。那自由意志，也就是说，对于外界发生的种种事情，我们始终有选择自己态度、看法，和反应这样的能力如果是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那条狗，说一看见肉骨头，唯一的反应呢就是流哈喇子。可作为一个人，我们可以摆脱外在环境的支配，超越条件反射的动物本身，自由决定我们的反应和行为。作为一个人，面对别人的指责和谩骂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从容面对，理智化解，而不是暴跳如雷或大打出手。作为一个人，当你开车被堵，你可以选择放松深呼吸，而不是抱怨诅咒和拼命的按喇叭。俗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们活在这世上，既控制不了别人的嘴，也控制不了红绿灯，但无论何时，我们都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所以不动心绝不是如圣贤的思想专利，而是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中都可以修炼的人生功课。说纵观用爱护生命之理念，它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正能量，确是我们人生应有的必修课。说推门入室静，说两岸时空，用爱护生命身心和谐。就是我们修炼这个不动心，心要不动，这并不是说圣贤们才能够做的事儿。朱老师跟我们讲，就说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你都是可以修炼的。大家想一想，生活中如果说你遇到事儿了就开始发脾气了，就开始躁狂了，那生活一定是搞得一团糟的。不动心并不是说我每时每刻我都可以做得非常好，那也不一定。不是要求说每个人每时每刻你都能够说安定自己的心，但至少来说，你通过这种不动心的锻炼，你可以减少到生活中很多因为你自己心不安定而自己制造的很多麻烦。所以修炼大家真的要注意并不是说某某人才可以，圣贤才可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什么那个清明的那个光明的那颗心，只不过在日常生活中的后来的生活中，我们用生活中的很多事儿把它给掩盖掉了所以今天要分享这个内容，大家注意听我们这几天就讲说，你往这一站桩或者打坐，说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心息相依，心照不宣。说要把那个精神集中到丹田的深处，是那个神要藏到心里去，心要落到肚子里去，心肾相交嘛。说你要那个神要命门神是要收进去。有的人做的就很好，他分享跟我讲，说从来没有这么好的体会。有的人就觉得，我怎么心总下不去，到不了丹田里去，我努力我使劲往下落，这总觉得好像落不进去。大家注意今天这个题目大家注意，说你轻松点，你已经在目的地，或者说你不用寻找，你已经在哪儿。我说清楚意思没有
我们讲人是精气神三位一体的整体。说你这一团气，说你怎么样把精气神分开呢？你是分不开的，它是一个整体。再想我们讲这个心在哪儿？如果说肉体的心就在这儿，说心要到肚子里去，它怎么下去？它也怎么也下不去，下去不就麻烦了吗？是吧？所以我们所说的能下到肚子里那个心，它是那个无形无相的那种觉知。我们曾经讲过，这心在哪儿啊？或者说那个佛性在哪？我们曾经引用过，说意见完见菩提尊者的那段话，说在哪儿啊？说在目曰视，在耳曰听，在鼻闻香，在嘴言谈，在手执捏，在足运奔。说变现整个法界，是收摄在于微尘。就这个心啊，你可以在手上有没有？有啊。在脚上有没有？有。可是你用心走路，心在脚上；用心去做这个事，在手上；用心看，在耳朵上；用心听，在眼睛上；用心听，在耳朵上；是用心思考，在脑子里。所以你注意那块儿，注意门口，你心在门口；你注意肚子，你心就在肚子里。我说清楚没有啊？你注意门口，你还用怎么使劲去注意吗？你不用使劲注意。你比如说你在现在说你在家里面说你想火车站，一想就到，你还用使劲说啊我怎么出门坐几路车打出租车怎么开车到火车站？你不用这么一想就到。因为什么？你为什么能一想就到？因为你的心它就广阔无垠。你在这想北京，一想到了；想上海，一想到了。我说兄弟，你想就到，因为你的心本来就是广阔无垠，整个无限的空间都是我们心的内容。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你不用使劲想，大家应该想象是不是？你说想北京天安门，你得使劲怎么过那个山，怎么不用想就是，没有中间的这些间隔。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你在这儿想你的老家或者想哪，一想就到，一想就到，你不用使劲儿，不用努力，说我得努力去想，不是，一想就到，越轻松越好。你在这想高铁站，一想到了；想飞机场，一想到了，中间没有这些阻隔。那么现在就要问自己了，丹田的深处。你一想就到了，你不用想着怎么下去，怎么下去，从这儿下去，你不用，一想就是。你看多轻松！丹田深处，神气聚拢，就是那儿，一想就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跟我一块儿，你想外面的那棵树，想什么？一想就到了，想蓝天，想白云，想山，一想就到，没有中间的间隔。想北京的天安门，想哪？好，你看他想身体里面丹田深处，一想就到。你不要到你想你的身体，你就想，我怎么还有肚皮？我还有哪儿不挡着呢吗？没有，一想就到，跟想外面那个地方一样，到。如果说你要想呀，我得努力往这想，那等于什么？你自己设了一堵墙，自己设了一个障碍，然后自己想我突破它，怎么进去？是不是？你就用一个有形的，自己设了一个有形的物质的墙来限制那个无形的心，也等于说你自己在自己心上自我设限，自己设了个牢笼。大家想说，它本身一觉知就到了，那个觉知本来就在那儿，到哪？
所以想那儿或者觉知那儿，那不是真正的功夫。你觉知一下就在那儿嘛，你只要这个窍开，一下就到那儿了。真正的功夫在哪儿呢？我觉知到那儿之后，我的心不去乱，就不又跑了，你想又走了，因为我们的心平常散乱惯了，到处跑，散乱惯，所以你觉得那儿之后，又跑出去了。而且平时呢，我们的心只是觉知外面这些东西，对觉知丹田的深处你不习惯，你和它还没有建立很亲密的联系。我说清楚没有哈？因为你心总在外面，习惯，这也是个惯性，惯到外面去了，所以就这块你不熟悉，你好像我对它不好觉知，其实不然，你觉知就在那儿，只是你不太熟悉。现在你要怎么和它建立一个亲密的联系？我觉知到那儿之后，我的心不被外面的诱惑拉走，息虑忘远，外面的东西来拉走了，现在念头停下来，各种情景忘掉，我就觉着这个地方，丹田的空空荡荡，把心定到那儿，这个是功夫。真正的觉知，你只要明白这个道理，一下大家现在是不是？你就在那儿。你说里面这么好想，里面也好想。你像一个茶杯，拿个茶杯，你说像茶杯里面你不好想吗？很好想，一下到里面去了。那有个罐衣柜，比方说衣柜，你想衣柜里面衣服，一想就想到了。你不用说我怎么扒开这个衣柜，意念怎么从这个墙门进到衣柜里去，你不用一下直接就是里面。所以你不用想着从皮肤从哪儿从胃还是从什么怎么不用这，直接一觉知就到，因为本来你就在那儿，本来就在那儿，整个意识觉知它本来就在那儿，只不过我们平常眼睛总关注某几个点，你能看得到能听得到的这些东西，把那个本来能够就在那儿的那个，你没觉知它，就好像你虽然你是认识很多年了，可能你从来都不交往，你时间长了就你是朋友，时间长了那种情谊可能也淡了，是吧？本来就在那儿，我往这一站，我的心就在丹田的深处，心息相依就在丹田上。但平常那个意识习惯总往外跑，我要定到那儿去。每当有东西杂念也好，把我往外拉的时候，心息相依，用通过这个方法把那种要收起来了，不能总往外跑了，不能总关注外面东西了，要关注到身体里面这片空间了。这个是功夫，把自己能定到里面去。那你当你的心一定到里面去之后，就安稳了。你就有了个安宅了。上次讲的安宅啊，心里面就安了，安定了。但是我们往那一待的时候，心一集中到里面去，心中那种淡淡的喜悦，淡淡的慈悲，就那种我们一直练这个用爱护生，你心中那种爱的本底就在那。你心里本来就是善良，你往那一待，就这么种感觉进去了。一待，它就是了。所以那个心本来就在全身的，可不是全身你看得见的表皮，内在也是，外面也是，哪儿都是变现。就像你讲变现具该法界，收摄在于微尘，大可以无穷大，小可以无穷小。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理儿啊，又再说一遍，大家开这个窍。你想哪儿就是，其实想就是觉知，一觉知就到了。但这也是功夫，你开了窍，功夫就有了。真正的功夫是坚持，我一直定到那儿，
不散乱，不是一会儿又跑这儿，一会儿跑那，一会儿跑那儿，不散乱。其实你只要能定着不散乱，你定到丹田深处也可以，你定到外面某一个点也行。关键在什么呢？不在你定到哪儿，而在你定，而在能定，这是最重要的。那颗心就为精为一，而在那个精一，这精一到什么地方，那并不是特别重要。你往那一带，哪怕你能精一到你的手指头也可以。关键那个心定住，这是我们需要练的。最近我们要练这样一个内容啊。最近我们站时间也稍微长一点，你往那一待，心开始散乱。我建议大家，如果没按成语的朋友说你站之后呀，就好像烦得慌，都不想站，你最好如果说不是说身体很难受啊，你最好能坚持住。你坚持，可能突然有一天，那个烦乱劲儿过去了，你能定住了，因为那个心啊一直往外跑啊，跑习惯了，想把它收住，它不太乐意。这时候呢，你需要定，那个劲儿一收住，就好了。所以大家注意啊，一定要轻松一点。你已经在那儿了，你本来就在那儿，你不用再努力想着我到哪儿去。我说你本来就在家里，只不过你不认为在家里，不知道自己在家里，心老往外跑。你不跑了，不就在家里？本来就是，不需要努力，我再去找，我努力再去往那儿去，你就在那儿了。好，现在我们站起来一起再锻炼啊。好，安静，安静。啊，脚分开。你想外面一个地方，像你的老家，像北京，像你去过的很远的地方，你一想，都到哪儿，不需要费劲儿。你去过的某某地方，你就是丹田里面，就是就在那儿，你本来就不用费劲儿，是非常轻松的，本来就在那儿。觉知虚空，你也不用很费劲儿去想虚空，你觉知它本来就在那儿。那个心啊，那个本来就是那个空间，它就是它。你还用去找？本来心就是空的。好，慢慢的两臂前抬，本来是空的。
身体微下蹲，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心息相依，心照不宣。你本来就在丹田的深处，安静。你的觉知，你的心可以在任何地方都能轻松抵达。只不过现在，我们让一颗心藏在丹田深处，定在丹田深处，藏起来，集中专一到丹田深处。
静，安静，安静，心系相依。
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两手分开，敞开心胸，张开怀抱，手向上慢慢拉起，心啊广阔无垠，万善俱备。不需要从你这儿往外开放到广阔无垠，它本来就是。与其平，肩平，无限虚空，停留一个呼吸着，慢慢下落。颈额头，面部，
胸。指腹，小腹双膝软，腹归婴儿。两手扶于足面下放松，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颈椎的后侧慢慢向上。点命门安静，安静，觉知命门的深处。手慢慢向前，到肚脐，点按，觉知到肚脐的深处。两手重叠在肚脐上，心息相依，安静。好，大家请坐下来。静坐，静养。
时间快到了，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收工。大家晚安，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收工。